P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Sandra。在未来银行里面，金库现金很多，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今天呢是聪明爸妈的孩子王特家，欢迎你们啦！首先来介绍钟嘉宾委员，你好，委员好，乡里好。钟嘉宾委员现在育有一子，大学毕业准备当兵，哇，现在当1年哦。没有准备要去当兵了，对啊，在等兵单。他的兵役是1年嘛？现在1年就可以了。哦，现在哦，好像要明年的下个年次的，还差1年。对哦，你教育这个小朋友，你很忙嘛？你跟他相处时间多吗？有他小学的时候，我每天送他上学，哦，就可以聊天一下。对。他现在念的是什么系啊？法律系毕业。哇，大家都法律系真的很辛苦，毕业学生每年毕业这么多，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案件可以打？他们还要先考试，要先考试才能当律师，不是法律系就是。没有错。对，哇，辛苦啊！啊，那接下来介绍林佳怡。嗨，佳怡。大家好，乡里好，大家好。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系。我不敢相信他有17岁跟11岁的女儿。对啊，明年接下来就要考大学了。不可能啊！好辛苦哦，现在孩子念书好辛苦，妈妈也跟着好辛苦。接下来介绍蒋伟文。嗨，大家好，行长、乡里你们好。蒋伟文现在有2个小孩，对吧？对，就是因为2个小孩压力很大，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因为我房贷都拿不到，所以我想说来这个 A 片。你骗人啊！那是年轻人排在后面了，对。那是现在的年轻人现代力，你早就没有现代力了。对啊，他专门出那种厨房的做菜的书。对。对，我最近因为在帮小朋友带那个便当，所以我最近也要出一个不错的无麸质的便当。亲手带哦，对，哇塞，好幸福他们。是，对，小朋友有麸质过敏的问题。那小朋友是几岁？一个是小学6年级，一个是小学4年级。对，会争执吗？对，我搞错，另外一个是3年级。哎呀，不好意思，小的忘了。几年级班知道吧？不是，知道吧？应该要念做学校接小孩哦，应该要念4年或者留级变3。小学就留级哦。一个年头，一个年尾。会争执吗？对，会啊，那男生特别喜欢吵来吵去。2个男生吵翻对，尤其一个已经小6，他的一些社交礼仪跟小3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不要乱动人家东西啊，或者说话要说到或怎么样的。那小3的就比较喜欢赖皮，对，小6就觉得说你就不像大人这样很烦的，对，每天都。前一句话说我再也不要跟你玩了，下一句话2个又默默在玩在一起。又玩在一起。要注意啊，不要小孩升国中，你还跑去小学接小孩。好，那接下来介绍何偏偏，你好。嗨，何偏偏，你好。纽约大学幼教研究所，读幼教的亲子共学教室创办人。是，什么叫亲子共学？我自己其实之前是园长啦，我担了13年的幼儿园园长，那后来自己出来做一间是亲子共学，是希望不只是陪伴孩子，也希望陪伴很多需要帮助的爸妈。对，那所以压力太大的爸妈。对，没错，所以也出了一本那个新书，对我的绘本。那我愿意好好懂你。这个你是谁？其实我觉得是互相爸妈需要懂孩子，孩子也要试着了解爸妈、大人在想什么。对，其实就是一个2、3岁小女生生活的一个一整天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中间就有一些冲突，然后扯欢讲不听，然后爸妈生气，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最后当然会有一个睡觉前的大和解，对，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刚出的一本新书。好，欢迎你，欢迎。接着潘玉贤，嗨，辅仁大学职能治疗学系，职能治疗就是早发现小朋友有问题。小朋友这块就是早疗，对不对？对，没错。那我们有分3个领域啦，那我是负责在儿童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们上课都用玩游戏的方式，然后来促进小朋友的发展。这现在很多那种特教的。这个公益团体很需要这种，对，没错，越来越需要，因为现在很多环境的改变呐，然后还有一些食物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健康了，对，所以就或多或少影响到一些孩子的发展。那你这个治疗相关也有治疗一下父母吗？还是只以小孩为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就是我们不是单纯只看孩子，那家长当然也很重要啊。常常都说最好的教养方法其实是要找到适合彼此的方式。对啊，欢迎魏，欢迎魏。接下来介绍高学历新闻主播黄胜凯主播，你好。主播好。王牌营养师刘怡礼营养师，你好。营养师你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Sandra，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第1题由黄胜凯主播举圈或叉，请讲答才能按钮了。Sandra，请出题。
刚上学的孩子总会因为分离焦虑而在学校哇哇大哭。根据知名儿童发展专家整理，父母呢在跟小孩子分别的时候呢，讲哪10句话会让小孩更害怕上学？你讲的。偏偏哇，这个我超会。我自己觉得啦，我以前在现场处理太多分离焦虑，然后我最怕爸妈跟小孩说，哦，园长来喽，园长来喽，老师来喽，老师来喽，哇，这个我就知道小孩接下来就会啊。对或错？答对。好的。请加3万。来3天。请加3万的，请能打2个答案给3天。放送吗？谢谢。班长今天不是，因为昨天参加一个朋友婚礼，弄到半夜哦，好累哦。该不会是我？来，你先。好，那常常他们跟小朋友讲说，要听老师的话哦，不要让老师可不可以来跟我道理不会所在。来对或错？答对。来，请加3000。又怕校长、园长、老师，那就不用上学了。对啊，权威式。其实呢，小孩子呢自尊心很强，那你跟他说，别人在看你哦，他反而会觉得很不自在，好像他一定比别人胆小或者什么的。你跟他说，别人在看哦，他就对或错？其他人的眼光，这个算对。好，加3000。嘉怡。妈妈就很直接，不要哭。对，不要哭，不要再哭了，够了，可以了，可以进去，不要哭了。哦，做派什么？没有，真的。来对或错？答对。加3000。没问10句啊，10个。就是他在哭的时候，你还催他赶快进去，赶快进去。感觉都没有处理他的情绪，就是叫他赶快进去这样。去上课了，赶快进去。对，赶快进去。对，上这个园长来喽。全部夹在一起讲一些，快进去，不要哭，园长来了。园长来了，别人都在看你哦。超焦虑。来对或错？答对。你加3000。绵绵。我觉得还有就是，你不哭的话，妈妈就买玩具给你哦。利诱。对，利诱。对或错吗？这个没有没有啊。他们很喜欢上学，因为就有玩具啦。赶快去上学啊，有玩具多好。雨贤。要勇敢哦，要勇敢哦！你已经长大了你要勇敢哦。来对或错？答对。请加3000。委员，通常爸爸比较没有耐心。好了，不要再问我什么时候来接你了啦。那个不能啦。就不耐。当你没有耐心的时候，小孩子觉得你根本不重视他，他就好去上课了。你怎么不要再问我几点来接你？唧唧一直问。对没有那么准。来对或错？这个也有。来，请加3000。不要抢走。不要哭之前，我会跟他讲说，我们昨天不是讲好了吗？不是都说好好的吗？你就这样子进去，然后还是大哭，我就说不要哭。整套的啦。昨晚不是说好的吗？来对或错？对啊。答对。来，请加3000。那几句了？还有2个。是。因为10个嘛。我觉得跟。别人都没有哭，你看别人都没有哭哦，就是做一个比较，就只有你哭，就别人都没有哭，把人都我的考虑，刚才别人都没有哭，你看你暗示他要哭了，有道理，对，就是一种比较，让他心里就不平衡，很开心了，对或错？答对。来，请加3000。雨贤，最后一个。好，他们会希望孩子说在学校要好好的吃饭啊，就是学长得健康一点，不要像在家里都一样挑食。不要让老师喂哦。你要好好吃饭哦。来对或错？答对。这么有压力哦。好好吃饭也有压力。每天不就要叫他好好吃饭吗？那你可以讲，你不要好好吃饭哦。不要吃，因为在家都是妈妈喂。对。到幼稚园妈妈不会喂，老师不会喂，你要好好吃饭哦。几岁以下的？幼稚园以下，6岁以下。来，请加3000。哇，好厉害！4个都讲完了嘛？讲完了。对，老师刚刚提到说，就是要好好吃饭，然后要听老师的。最主要不要讲，是因为你跟小孩讲这个，会让他觉得学校有很多的规则或很多限制，那他在心理上就会排斥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刚刚提到这10句话，这是100万粉丝的专家，他叫王侯哲提出的。他最主要就提出会有分离焦虑，就是因为环境不一样。第二个是，如果家长在之前就过度保护的话，那小孩子会比较容易会有分离焦虑的状况。所以像是刚刚提到的说不要哭啊、羞羞脸啊，大家都在看你，这是压抑他的情绪，所以他在反应上呢就会觉得更加的焦虑。所以最主要就是要去同理他。
你去提醒他说学校有同学在陪你啊，有老师保护你啊，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下完课之后，爸爸妈妈会来接你，不会不见你。对，好难哦，孩子。救赎。那偏偏老师，你的课程、你的课本，你有谈到这些吗？其实有，然后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专攻蒙特梭利的，所以我们也会从蒙特梭利它所谓一些敏感期，比如说秩序感。那孩子为什么会上学会哭？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他很习惯家里面的模式，所以去上学其实打破了很多他这个阶段的秩序感，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会哭。所以分离焦虑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当然，如果你处理得好，其实孩子很快就可以度过。但是如果说像刚刚讲了一些不对的话，哇，我们学校曾经碰过哭1-2年的，1-2年，每天上1-2个礼拜差不多都已经变仪式了，对，就是哭进来，对啊，这样为什么还要上课？就先回家休息哦。大家还是其实到了学校他就好了，但是他就是前面跟爸妈分开的时候，对，就是会有一些仪式感，或者说妈妈有时候习惯讲一些话，又带动他的情绪，对，那其实老师接手，孩子就好，就没事。在美国有一个东西叫 homeschool， 直接在家自学，台湾又没有这个系统，所以就会一定得去学校，不然怎么办？可是有的小孩也是一下车跟爸爸妈妈还没有，要不然就直接冲进去了。个性不一样。他觉得如果他觉得幼儿园里面很好玩，不像在家那么无聊，他就赶快妈妈拜拜。对，也有很多是这样子。对啊。好，那接下来这一题是由刘怡以营养师来取圈或叉了。詹长，请出题。现代人注重食品安全，根据现行食安卫生管理法规定，食品外包装的食品标示一定要有哪些？请讲的。有偏偏会亮吗？偏偏有够犀利，运气很好，有够犀利啦！品名什么东西？对，这是什么？维他命啊，芝麻素。对或错？恭喜答对。品名，来，请加3000。于谦。添加物就很多那种常看不懂的那些化学的东西。恭喜答对。哎，请加3000。委员，我比较精打细算，不只要看价格，还要看它的分量。是多少包装的，30颗的、100颗的，要注意到它的分量。恭喜答对。加3000。嘉怡。因为我之前刚考完中药从业人员的执照，所以呢不是执照就是刚考到这个证书啦。那里面就要讲，比方说我们讲它的内容物，而且你要照它的比例来排。比方说一包药里面，它里面有黄芪、当归，它就要照它的重量比，越重的摆在前面，越少的摆在后面。对，所以是跟添加物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它是讲，比方说你这一包里面有什么，跟添加物，就它的，比方说你是鸡汤里面一定会有汤，它汤里面有什么？那但它又有另外的是不同的标示，但你一定要标示里面有什么，比方有枸杞啦，有黄芪啦，有当归啦，好，那这个就要写得很清楚。真的都是内容啊，对。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啦，对，老婆饼里面有没有太阳啦？有没有太阳啊？都要写得很清楚。对或错？恭喜答对。好的，请加3000。慰问，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常买给小朋友吃东西，我觉得那个产地很重要。产地。比如你会在乎这个东西的它食材是哪里来？对，我觉得产地。现在很多那种 QR code 一扫就知道它产地。对啊，所以这因为大家很重视，所以说这个产地就会要来路不明啊，会扫 QR code 去看。对或错？恭喜答对。请加3000。偏。我觉得那个电话，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我要怎么联络哈？这个客服电话这个也很重要。好。恭喜答对。那这一题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公司的电话、地址，然后还有就是厂商的名称都在这个里面的。不能再讲这些了，不能再讲了。对，不然不要找不到人了哈。对。来，请加3000。于谦。有效期限，对，很多爸爸妈妈都取消，要买最新鲜的给孩子吃，这样。是，其实过期也可以吃嘛。是这样说啦，但是都发霉了，你敢吗？没有啊，有时候我看那个牛奶过期1个礼拜也喝。客家人比较省，我大概过期1天我就不太敢了。也不会有问题吧？我是不知道，你长得这样应该也还行。没什么问题啊。来，对我错。恭喜答对。请加3000。其实呢，除了价格、分量、厂商，这都是消费者应该注意的，还有有效期限。另外呢，就是有些规定的警语，比如说政府有些规定警语啊，这个上面有说，谁不能吃啊，几岁要注意什么不能用的。3岁以下小孩不能容易误食之类。就是有些
政府规定你要警告的或要标示的，提醒消费者要注意的。好，恭喜答对。对，请假3000，嘉怡。还有就是刚刚对，刚刚我讲了，就是你内容物是一个标示嘛，对，那但是它代表的营养成分就是营养标示，那是不一样的，要分成2个标示。对，比方说它有蛋白质啊，它有淀粉，它有矿物质，或者是有什么维他命啊之类的维生素都会写在里面。对，所以就是营养标示。哎，对我说。恭喜答对！哇，你可以考营养师，因为我们的药师都要知道这个事情。请假3000，对，原来是有分哎，回家马上看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个，因为我最近常在吃豆腐，对豆腐，我就那个我的营养师就提醒我，一定要吃非基改。非基改，对，因为这集很流行，说了解说什么是基改，什么是非基改的，价钱不一样哦。价钱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有时候基改的有那个，比如说你的肠胃道的菌相啊，会有疑虑，它可能要改变你的肠胃道菌相，所以我就挑非基改的，我觉得它可能会标示基改或非基改。哎，对我说，恭喜答对。哎，请假3000，6万以下抢光了。对，当然大家怎么猜要吃那个非基改的，但是少啊，一定要标吗？它一定会标说此产品为基改食品。对，现在我们根据我们的食品这个包装的规定里面，它有一个叫做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就是说如果你这边有，比如说像豆类的，它是基因改造，你在后面挂号，你就要标上说它是含基因改造。但它如果不是基因改造，其实你就可以不用标。但是如果有基因改造就要标。然后呢，刚刚其实是答案有10个，但是在2020年的7月，我们多了1项的规定。就是要规定要标示所谓的食物过敏源。食物过敏源。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国人的食物过敏源里面，它有规定，这有规定11项啦，哈，那包含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牛奶、花生、芒果啊这些。对，但它标示的其实大家要认真看，就是说，比如说我简单举例，比如说像冰棒好了，对，比如说这一支冰棒，它的品名叫做花生冰，对不对？对。那有可能觉得，哎，我对花生没有过敏，我就可以买。可是事实上，你要仔细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内容物里面，它可能比如说它下面会写哦，可能这个此产品有含牛奶，那可能它就是叫做花生牛奶，只是说它可能花生的比例占的比较高，所以厂商它就写花生冰而已。可实际上它里面有含牛奶。那有些小朋友或是有些就是对牛奶很严重过敏的，你就要去看一下那个食物过敏源里面有没有你过敏的东西，那你就避开这样子。这个我有很惨痛的经验，因为我老婆对黄豆过敏，她不能喝豆浆。然后那个营养师说，那你老婆可以改喝黑豆豆浆啊，不行，黑豆的营养也不错，是吗？所以说这我们不知道她对喝的是不是过敏，但我就去买了黑豆豆浆，我去买黑豆豆浆，买回来以后呢，我老婆喝了又过敏了，就一看啊，黄豆它是黑豆占很多，黄豆也有一点点，所以它这里面也有添加黄豆。我有个朋友，他手指头对虾壳会过敏，手指头对虾壳会啊，碰到会过敏，对，但他吃不过敏。所以你要别问人吃虾，这是真的还是一个借口？自己不想剥虾而已。他就是不想剥虾。他说吃了不会过敏，但是我手指头不能碰虾壳。有人讲像从欧弟吃一般的螃蟹，对，他说一表演，他说哦我吃螃蟹，因为他不用吃了，他这样我表演给你看，师傅一抹完了。他5分钟肿起来，大肿，这是立即性过敏。那我就还有一天我很放心，就去吃那个帝王蟹嘛。哎，他吃都不会过敏。要吃高级的啦。他真的，他说他命就是要吃高级跟新鲜的啦。一般螃蟹他真的会肿，帝王蟹他不会肿。那个用他嘴唇来测高级蟹。对，来你嘴巴过来。好，我们这回合奖金宣布一下。好，目前委员12000，嘉瑜12000，文文哥12000，偏偏9000，宇贤15000。来，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3卷，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那每一轮最后留下来那一位呢，可以把账户里面累积的奖金全部灌给自己。是的，我们总共进行3轮，第1轮请出题。宝宝从妈妈身体出来的那刻，通常会哇哇大哭。请问，宝宝出生马上大哭的原因是什么？A.
肺部接触空气 ，B 不适应光线。请作答。好，只有一个人选 B 哦。来，雨贤，请说。因为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它是很阴暗的环境啊，所以我想说，她一出来，直接看到光，可能就她没有接受过的刺激，就有点害怕这样。突然你离开一个她这个舒适圈，对，好怕光。对，好，是这样子的吗？来，钟伟，那个娃娃哭啊，它是要肺活量要充气所以我们看到呢，那个医生或者接生的时候啊，他如果不哭，他想办法要让他哭，又让他能够让他肺本来是没有空气，让它胀起来，他才能自己呼吸。对啊，自古从那个很多那种戏剧，从什么以前历史年代，对太妃生什么皇后生小孩，生完之后小孩怎么不哭，会一直等，那皇上都很急，一等他哭说终于哭了，可能这个比较有原因。好像一直不哭会整个黑黑的。而且我觉得妈妈肚子其实它的光线是照得进去的。它是可以看到一点光线。它感受到光线。这样说起来，雨贤有点紧张啊。不是每个小孩生出来会哭，不哭就有问题。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肺部接触空气。宝宝呢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原本呢他本来赖以为生的脐带被剪断了，那他的氧气供给呢也中断了，所以他会很急张开嘴巴跟鼻子找氧气，对，开始要靠自己呼吸，所以他的肺部本来是塌陷的，他要这样子，忽然开始运作张开，然后肺泡跟胸腔要扩张，血液循环开始运作，所以那个气球就慢慢像气球没气就中饱。忽然间，所以照理来说，你出生的 baby 呢，20秒之内就应该要大哭了，而且你哭得越大声越洪亮，代表你肺部扩得越好。对，而且还小孩哭声哭多洪亮多健康的啊！还有一个情况，如果说生出来 baby 天生就看不见怎么办？他看不见他就不会哭了吗？他还是会哭啊。那请到旁边休息。到这休息来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长期使用铝制餐具时，应该注意什么？否则可能会诱发罹患老年失智症。A. 不装过酸的东西。B. 不要拿去微波。你作答。哎呀，怎么都会一？刚刚4个 A 这个 B， 现在我们3个 A 这个 B， 待会2个 A 一个 B。来偏偏对，选了好像有点后悔。应该不是老年痴呆，因为爆炸。对，我只是直觉觉得铝的不能微波，但是忘记重点要老年痴呆症，老年失智症。对，应该是 A， 应该是 A。对啊，我觉得这个铝的，像我们用那个锅子啊什么的，它都有提醒，就铝制品尽量不要过酸的，比如醋啦，或是你煮柠檬什么的，它会不适合。对，它是非常不适合的，它可能诱发这个老年痴呆症。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不装过酸的东西。在用铝制品的时候，绝对不要装过酸的东西，因为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3氧化2氯。那酸性的环境下呢，就会形成那加拿大有个医生检测了几份阿兹海默患者尸体的大脑，发现他们里面铝的含量高于正常人，所以就知道说铝呢跟阿兹海默中间是有正相关的。所以呢，铝锅这种东西要溶出这种化合物，其实不要太担心，蛮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病史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这之间的连结哦。是。所以那个什么有一种锅不是刮的会掉漆，那个也是铁柱那种，有没有？你说锅那个锅平底锅，你常常会炒那个铁氟龙，那个不行，那个也是有嘛，后来不行嘛，对。像以前我记得早年的时候，我们的便当盒有用铝的，那你不能放酸梅。那现在都用不锈钢，比较健康。早年的时候有用铝的便当，我们小时候便当哪个不是用阿鲁米的？对呀，就不能放酸梅啊。上面还真放酸梅，放酸梅就会有人说不好。所以委员讲那个叫铁氟龙啦，对不对？对，铁氟龙没错。后来才发现那样也是致癌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铝制品不能放微波，这个答案也是对的，本来就不应该放微波，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不能放微波，不能放微波，对。因为铝制品放微波，你还没得阿兹海默症，它就已经爆炸了。再见了，还等不到那天，到那一天呢？提早下课，用铝罐的饮料去加热，当然不行啊！我不相信，我试试看。我还有人认为说微波
宠物还要让它毛干，放到微波让它早点干。这是城市传奇，没有这样做的。所以很多电影嘛，那个特务有没有？家里有敌人进来，灯一关，把铝罐瓶通放进去，他按秒他就出去了。所以那等坏人到那就砰。是这样子的。对，只是因为这一题考的是跟阿兹海默之间的正相关。是，偏偏来，请坐一下。好，来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许多车辆后面贴着 Baby in Car 的贴纸，请问这个贴纸最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A. 提醒后方车辆驾驶 ；B. 提醒救难人员。请作答。提醒救难人。什么叫提醒救难人员？什么意思？来加一题，看得懂吗？我其实是，我觉得提醒后方车辆驾驶应该是那种什么新手驾车这种吧。那 Baby in Car 是不是？如果我只是在想，如果出车祸的时候，因为 Baby 通常都是用那个叫什么安全椅，对，儿童安全椅，是不是比较容易就是卡在那个位置，提醒救难人员说赶快去。我猜的。叫 Baby in Car 应该是提醒说，我这个车有载婴儿，所以你们对开车要小心。没载婴儿就不用小心了吗？登机箱我们就会贴一个，里面有易碎的物品，你登机箱啊，对不对？里面有易碎物品，其实没有啦。这个概念。对，怕你让人家摔。对，如果你真的看到小孩在前面，你真的开车还是会小心，对不对？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提醒救难人员。什么意思？大家都一直以为 Baby in Car 这个贴纸哦是叫大家小心前面的车里面有 baby 哦，小心开哦。但事实上里面有没有 baby 你都应该小心开啊。所以这个贴纸的主要功能是要提醒救难人员，如果有什么车祸事故的时候，搜救人员看到这个贴纸就会知道说，车辆内可能会有年纪幼小的小孩，因为小孩体型比较小嘛，车祸发生的时候可能被东西都这样盖着，不容易被找到，所以救难人员看到这个贴纸就会特别有警戒心，赶快先处理 baby。那我可以贴 Old Man in Car 吗？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是不是？欧妹，你看，然后开超级名车，对不对？谁管你呀？对，开超跑，开超跑，欧妹 in car 啊，那台法拉利出事，欧妹 in car 啊，又杵着拐杖的，大家就不想理你。来，请回来，加1000这一轮，这是第一轮了，8000块，请进入林嘉怡的状。哇，2万喽！接下来进行第二题，第二轮，来，请出题。不想生小孩，男性也可以透过手术进行避孕。请问，男性避孕手术主要是阻断生殖器中的什么部位 ？A. 睾丸 B. 输精管。请作答。你阻断他睾丸干嘛？对啊，蛋还是要有的。睾丸你怎么阻断，它还是会有残余分子流出来，是完全把通道给结束，对不对？绝对不会有漏网之鱼。他这个题目出好像要把睾丸切下来之类的，对呀，太调皮了吧？趋势，但你没有睾丸治不了经验。对呀，对，所以睾丸除非你他们阻断睾丸，这不是大家会说打个结吗？那太残忍，没有人会把睾丸弄掉，睾丸一定还有它的功能，只有阉猪是这样做。对，没有，因为输精管你阻断它，你可以再把它拆掉。对，就是还有机会锁起来，然后再放开。切掉就是杀鸡取卵，杀鸡取卵，没有，那太痛了吧？对不对？那个实在是太……这个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做吧？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输精管。根据报道，美国每年有50万名男性接受输精管结扎术。那美国疾病管制中心表示啊，精子是在睾丸里面产生的，那你其实要阻断的是输精管，因为它是连接睾丸跟阴茎的管道。然后输精管结扎术就是切断这之间的管道嘛，那精子不能运送到精液里面，那当然就可以达到避孕的效果啦。我想呢，如果睾丸不会产生精液，男人也会变，那整个人会变直嘛？你说变的？不会吧？公公不会吧？公公就是拿睾丸啊。哦，对啊，去世。公公不是只是剪小鸡鸡吗？没有，他鸡鸡要尿，那怎么剪他小鸡鸡干嘛？所以公公不是剪小鸡鸡？公公他有宝贝房，他的宝贝房就是2个蒜头要放在上面，泡在药水里面，泡到药水之后，等他退休，他要把它领回去，因为他藏全尸。所以那个里面是蛋蛋，不是小鸡鸡哦。当然，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他讲知识了，公公，您真的。
你有没有看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演的戏？可是我以为是把那根剪掉而已。有，他就是演他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把蛋蛋演出来。如果你那个蛋蛋，你等于会有个迷信，就是说你不会全尸。对，要全尸。对，以前的人下辈子你就找不到睾丸了。啊，那他小时候不就小小2颗？啊，对，你再小也是要弄起来，像花生米也是要供起来啊。要供在那个，它有专门放宝贝房的地方。哇塞，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学到。对啊，所以你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人会变成，缺少可能他的性荷尔蒙。但你输精管，你还是可以这样啊。我只是，没有精子而已。我还是有精液，我还是有精液，我没有精子而已。I'm still a man. Yeah, I'm still man. Yes. 啊 ，OK， 来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婴儿在1岁可以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请问让孩童做什么会使他的口语表达变慢，能讲的单字变少 ？A. 使用3C 产品 B. 听流行音乐。请作答。大家一致说使用3C 产品。不可能是 B 吧？但是我晚上苹果一上线，大家不是在等吗？对啊，在线等。用3C 产品都在等。他们说穷人只有半夜在等，富人早上起来就买了。有道理耶。他们讲流行这2句话。哎呀，3C 产品是来边边。因为就是3C 产品，其实它就是被动的在刺激，所以它会让孩子减少了他主动说话沟通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确看到现场很多状况是过度使用3C 产品，甚至他们在阅读也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他习惯被动被刺激，他就没办法主动去做阅读的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吸收但表达不了。对，然后连专注力都会出现状况。雨贤呢？而且像美国科医学会他们就有提到说，2岁以前的小朋友啊，你不管给他玩什么互动式平板啊、点读笔呀，玩那种互动式看3C 这种学习类的也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去学习。他们建议要跟2岁以前的小朋友要跟真人大量的互动，才可以很好的去学习那如果玩电动呢？像是最近那个悟空黑神，1岁可能还没有办法玩啊。不是，我说如果大人来玩这个。我觉得适量啦，但最主要是看你玩游戏怎么玩。如果是爸爸陪伴他，那玩了以后，你们之间有些交流啊，有些讨论，那就很重要。是，对呀，我们小时候哪一个不是听流行音乐？对啊，就这样子，谁还敢？像我女儿她音乐每个时代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路上啊，我们就是都一直放那个 Someone Like You Adele， 她幼稚园大班可以唱整首，可是她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她就用听的学那个音，她就可以整首唱完，那个字我都还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一整首歌要怎么唱。是啊，对不对？所以很厉害。小时候我们不见得听流行音乐啊，就阿嬷哼歌给你听啊，也是长得在中南部隔代教养，多么秋台一瓜下狗。丢，对不对？不是听的音乐不一样啦。那时候你们都是听中广流行音乐，有没有？都有啊，有。对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使用3C 产品。根据加拿大儿童医院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你的小孩一直使用3C 产品，时间越多的话，他口语的表达就越慢。你想想看，如果你每一天让他用30分钟，多增加30分钟用这种平板啊相关的时间的话，你语言发展迟缓的风险性就会增加49%这么多。因为呢，他们花太多时间花在3C 上面，正常人的互动就会大量的减少，那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探索这个世界，他完全 focus 在平板上面，所以呢，跟真人成人世界之后的交流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特别注意来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火龙果清爽好吃，但红白肉火龙果功效不同。如果想要帮助排便顺畅，建议吃哪一种 ？A. 红肉火龙果 B. 白肉火龙果。请作答。好，有不一样的答案。上一题怎么样？4个 A 1个 B， 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对，不一定啊，总也是状况。是猜的。以前为什么选白色的？其实我是用猜的啦，对，但我想说红肉可能是比较营养，对，那可能白色可能就纤维不确定，可能比较多，对啊，就比较帮助排便嘛。可是我营养师建议我每天早上吃红色的火龙果。可是我每次吃完红色火龙果，隔天我都会一下先吓一跳，以为自己出血了，然后才想说，你也吃火龙果，所以你有每天都吓一跳。
不是没吃的时候我下，对吧？对，没吃的时候，哎，你今天没吃怎么会？会出血了吗？还是原来是昨天的残余的部队还存在。哎，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白色火龙果。哇！根据农业部的表示呢，红皮的红肉种呢比较甜呐。那大家看数据好了，100公克里面有1.3公克的膳食纤维跟甜菜红素，而白肉的火龙果呢，100公克里面有1.7公克的膳食纤维。其实两个都不错啦，但是要吃进更多的膳食纤维，促进排便的话，建议白肉的。哦，哎呦，是这样，学到了，终于有吃到你中，加1000块。11000，这回合结束，来送给潘宇贤，请他进他账户。好的，还有最后一轮决赛轮啊，现在谁是冠军还不知道哦，还有机会了。第3轮最后一轮，请出题。小心，喂错会让你终身遗憾。请问，1岁之前的宝宝不能吃哪种我们公认健康的食物 ？A. 蜂蜜 B. 水煮蛋。请作答。大家都知道，落晒啊，它有一种菌啊，对，哦，蜂蜜是好东西，蜂蜜在那个木乃伊发现那个几千年的木乃伊挖出来有一瓶是包着的很好的蜂蜜，到现在还可以用。到现在还可以用啊！你说木乃伊？木乃伊这种同时胀的那个蜂蜜是可以用的。你有没有看？你是上网看那篇报道？他叫我吃，我还不敢，也不知道多久几千年的。以前的老人家说，你那个受伤哈，对，要杀菌，他用蜂蜜，其实要用蜂胶，凝血凝起来，然后也可以咀嚼。为什么蜂胶会擦嘴破什么都很有用？因为蜂胶它是保护女王蜂嘛，女王蜂那个位置里面有人进攻的时候。它的腐肉死在外面，它那个腐肉怕有细菌影响到女王蜂，它要保护它，所以他们会制造一个叫做蜂胶，这蜂胶完全会阻隔所有细菌，所以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很好用。所有细菌死掉，所有进攻的那个尸体腐化的细菌都进不了。哦，行长每次讲这么专业，我就觉得他特别迷人。没有，然后有的时候是在骗我的，但是刚刚这个感觉是真的，真的，这应该是真的。因为最纯的就是巴西嘛，蜂胶，蜂胶是非常有名的。我是听在地的那个巴西华侨的养蜂人家在讲啊，而且不能吃蜂蜜，也不能吃蜂蜜水。之前不是有个新闻吗？有个阿嬷就是调了一个蜂蜜水给小宝宝沾点嘴巴，然后那个小孩子进急诊。对，它是不行的。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蜂蜜。1岁之前的 baby 呢，吃蜂蜜会导致食物中毒哦。在日本呢，就有一个男生的 baby， 因为他吃蜂蜜食物中毒，因为里面含有大肠杆菌孢子。那蜂蜜里面含的是肉毒杆菌这样的孢子呢，是没有办法用高温杀死。那 baby 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抗体嘛，所以就算你充分加热了，1岁之前吃，还是很容易肉毒杆菌中毒。对，就是杀菌，他没有办法去消灭这些东西，所以就变肉毒杆菌。但是会怎么样？会就是无法呼吸，还是忽然间？新闻上写他有腹泻，可是我不是确定后来还有什么症状。拉肚子。好，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有些人坐着总习惯抖脚，根据医师指出，抖脚习惯的形成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下列哪项原因 ？A. 模仿行为 B. 缺乏维生素。请作答。很 tricky 耶。哇，好，偏偏选 A。模仿？我看他抖，我也抖得起来，是吗？对，会不会那个看到大人有这样的动作，有时候就青少年啊什么就开始模仿。小孩子真的抖得很凶，坐在桌上还会踢，还会抖。小孩子啊，但是他们选择是来委员缺乏维生素。我想他这里讲的应该是一种不自觉的，那可能就是因为生理上缺乏一种类似像电解质啊或维生素这种，造成你的神经上不自觉的会抽动，会想要去抖脚。嘉怡，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题目出起来，感觉跟医学有关系，所以专业的题目的感觉，对，感觉是很专业的题目。虽然有的时候题目常常是那个你理所当然认为的就是错的，但今天呢，我觉得，因为真的有一些人做的就是好好的，有一些人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会抖脚，不一定他旁边有这种
模仿可以示范给他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缺乏维生素。以前呢？我就是其实啊，我觉得很多人啊，其实他们在抖脚，对不对？其实他们是没有动够，就是运动量没有满足啦。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单纯是模仿行为，所以我猜维生素，因为有时候他们动一动可以帮助他们反而变得更专心哦。是哦。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模仿行为。哇！身心科的医师表示呢，抖脚其实有很多原因啦，有可能呢有一个原因是从小就是模仿出来的习惯，或是你真的很无聊，你就会跟着这样而抖一下。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叫原发性的颤抖症，其实也会抖手或抖脚哦。但事实上，抖脚跟维生素的缺乏没有关系。是的，再加1000，第3轮也结束了。这6000块，请进入偏偏的账户。谢谢。赢者全拿3轮都结束了，我们请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好，最后钟委员12000，嘉怡2万，伟文哥12000，偏偏15000，雨贤26000。恭喜以璇成为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哎，恭喜有26000，其实第一关就失败了。不看以前后来2轮哦，对，闯到最后，急起直追啊，也获得26000的挑战权。来，请插卡。好，金库请打开，里面有26000现金是你，但必须先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出示2道密码。2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6画的学爸爸抖脚，或是总笔画42画的台湾国民品性。学爸爸抖脚，有样学样啊。对啊，一模一样啊。但也不能上梁不正下梁歪，太长。太长啊！父承子承父业，抖脚也可以继承的。是哦，啊，台湾国民的品性，台湾最美的人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风景是人。我们不能讲风景是人，这个没有成语啊。还有我们品性端庄，对啦，路不拾遗。哦，对，夜不闭户，夜不闭户。对，你敢夜不闭户？敢啊！但是我是路不拾遗，我捡过29000块。对，在车上，对不对？这是真正的事情，拾金不昧，路不拾遗。哦，拾金不昧，搞不好也是对，拾金不昧，对不对？嗯。可是46跟42其实没有差很多。你选哪一个？我选台湾国民品性。OK，42画比较好。42画。那请锁定台湾国民品性。OK， 接下来学爸爸抖脚没有选，是哪4个字呢？来，请公布。好，潜移默。潜移默，哎，这个应该写出来耶。会写，对。那笔画不好算，有点可惜，可恶，没有选。对。46画那么简单，那42画更简单啊。我也不一定哦，不一定哦。那品性端庄啊，超好写。来，请拿起笔。好，公布之后1分钟时间呢，先清除写字，再写密码啦。好的，请出题。台湾国民品性，你的题目是。路不拾遗，真的路不拾遗耶，这根本捡到的嘛，你根本就在讲我嘛。对啊，路不拾遗，计时1分钟，开始。完全是那个世界大同哈，孔夫子讲的。太简单了吧？对。不，拾捡的意思。那他应该写错啊，他路不拾遗不应该使我们这个29000啊。26000，对，姨，不是阿姨的姨哦。哇，很难算。听几秒？33，你还有27秒，如果错可以改。路不拾遗，密码13040316，对或错？还有错哦，还有27秒，对不对？来，27秒计时开始，27秒哦。而且，停，你还有8秒，还有9秒了哈。来，密码13041016，对或错？想一下，哪个字？计时
8秒开始，解完它，解完它。解它。OK， 来停了，停了。啊，很久。你一直在重复这个字，是这个字的问题吗？请公布正确解答。13、04、08、16，对或错？可惜，它字是对的了。哪一个比我？来看正解。就是这个。哇！它本来是10画。没有，你刚刚08。哎，我按错吗？对，你第4 03 10啊，我看成差一画，你的26000，心碎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字写对，笔画就少一画也错的。对，因为密码是永远提不出款项，你08怎么提款项？对不对？你3次就没收，卡就没收。来，知道了，入不拾遗啊！谢谢李真，李真真完全符合入不拾遗啊！我们送你入不拾遗，来。差一画26000，好可惜。完全是符合善良的台湾人。谢谢你啊，见到你入不拾遗，帮我们省了一点钱。我站在旁边，他写那个10的时候了。他是其实要按09，可是你知道9跟3很像，有时候一晃就按到03去，然后一公布错，他就开始紧张了。对，他的印象还是09嘛。对，所以他是错在这里。可惜了，一模一样的。是，真是善良的台湾人。对啊，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入不拾遗啊，哎。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